我的男朋友好像疯了，他红着眼死死地踩着油门，直接把路上的7、8个人一连串撞在一起。这些人被串着卷进车轮下，我大声让他停车，他却朝着我大吼：你好好看看，外面那些真的是人吗？我看向车外，顿时被眼前的景色震惊到了。怎么可能有人肠子都流出来了，还在狂奔呢？甚至还有人追着人咬，这是丧尸。这个世界乱套了。我跟我男朋友出去旅游途中，我有些困倦，先睡了过去。迷迷糊糊中，突然一个碰撞，差点让我高高地飞起来。怎么了？怎么了？我从梦中惊醒，一睁眼就感觉车子前面撞了一连串的人，鲜红色的血飞溅到车窗玻璃上。我的男朋友正在按雨刷器快速地冲掉，挡住玻璃视线的鲜血。我勒个豆，撞人了！你在干什么？还不停车？快点打120，把人送去医院啊！我急忙让我男朋友停下车。如果只是不小心撞到人的话，自首并且把人送去医院还能挽救一些，若是逃逸那就要吃牢饭了。我跟我男朋友关系很好，我可不想让他蹲大牢去，顿时想要拦住他，让他不要做傻事。我男朋友非但没听，反而加速开车，说：你仔细看看周围，那些还是人类吗？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下意识地顺着他的指示，扭头看向车窗外，外面乱七八糟的，吵吵嚷嚷的到处乱跑的人，以及横七竖八撞在一起的车子，甚至是公路上还有被碾压过后到处留下的血痕，但是不见人的尸体。还有刚刚那个人，明明那人被我们撞飞出去，不过一刹那他居然又爬了起来，飞速向我们狂奔而来。我通过后视镜瞪大了眼，几乎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我记得我只是睡了一小会儿啊，顶多也就几个小时，怎么世界就变天了？那些家伙脸色惨白，浑身布满青筋，身上带有血迹以及恐怖的伤痕，扭曲着身体，哪怕身体骨折了，过去也都像没有痛觉一样，追着人直接扑了上去。我下意识地捂上了嘴，脑子里第一个念头就是蹦出丧尸2个字。我有看过丧尸电影，丧尸电影当时风靡全球，里面的怪物就是这副德行，但是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即便我再怎么不相信，那些怪物也嘶吼着向我们冲来，甚至有几个跑得快的直接把血手印拍到了我的副驾驶车窗上，给我吓得差点尖叫出来。我男朋友当时不叫我起来，就是害怕我会恐惧，没想到我还是被车子的颠簸给颠簸醒了。面对着血腥的一幕，你抓紧了，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周思然一脚油门再次提速，把那些丧尸远远地甩开，带着我一路狂奔，也不知道向哪里而去。我们现在去哪儿？不应该找个地方躲着吗？要不先去警察局？我的提议显然很糟糕，虽然警察局听上去就非常有安全感，但是这种情况下警察应该已经完全派了出去吧？不行，我们要往人少的地方走，人多的地方丧尸爆发也就越严重，若是被群攻了那就不得了。我们先去我老家，那里偏僻没什么人，丧尸应该也会少很多。周思然的老家是农村的，村子里的人肯定会比城市里的人少很多，丧尸的话同样也会减少很多。我立刻点头同意，反正我家里也没有什么人。这破路可真难走。我忍不住吐槽现在的道路过一会儿就能看见车祸，他们堵在路上，不仅为道路通行增加了难度，并且还会让其他的车辆被迫停下来，造成更加的拥堵。看样子高速是走不了了，我们只能走国道，路比较宽敞的话还能走夜路小路等。只是走着走着，我眉心狠狠的一跳，往前面一看，一辆公交车横在道路上拦住了整条道路。公交车上显然有人变成了丧尸，攻击了司机，司机躲闪不及，车子整个侧翻了出去，翻滚着血朝天地躺在路上，而上面的玻璃则是碎了一地，丧尸们如同马蜂一般蜂拥而出。我死死地捂住嘴巴，眼睁睁地看着我男友速度丝毫不减，反倒是直冲那客车而去，眼瞅着就要撞了上去。周思然方向盘一打一个躲闪，冲着下面的坡而去。公路上都是有预留空间的，人行道上的路勉强能过，只是不是给车子过的，我们过去的十分勉强，中途还碾压上了一些丧尸，那种触感十分的恶心黏腻，车轮碾过丧尸，让整个车子都飘，我甚至还能听见骨头碎裂的声音。不过好在总算是险之又险的冲了过去，一路疾驰，等我们冲出了城市内，情况就变好了很多，人变少了，路上的情况也好了很多，丧尸稀稀拉拉的，偶尔才会出现几只，我顿时松了一口气。刚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记得我们出发的时候还好好的，我是昏迷了好几天吗？怎么外面这么乱了？我跟我男朋友出来约会几天，我只是想睡一会儿，怎么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呢？没有，你只睡了2个小时，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看见有人咬人觉得不对，才带你离开的。周思然不由得庆幸，他当初的决断有多么明智，发现不对之后，直接开着车倒退着冲了出去。若是真的头铁往里面走的话，深入城市中心那可就不好出来了。直到现在，车子疾驰在空旷的公路上，我才把心放在了肚子里。
前面是个加油站，我为车子加一点油，你要跟我去吗？还是说要待在车里？我皱眉思索，待在这里吧，车门一锁很安全，但是我真的很担心会不会有丧尸突然从哪里冒出来，把车窗拍裂，把我抓出来。我跟你一起去。我紧跟着我的男朋友，一步一行的随他进了加油站。加油站周围没什么人，周围也只有公路而已。我们喊了2嗓子，没有人出来。看样子里面的工作人员已经在末世爆发的时候已经逃跑了。我心急如焚的给车子加了满满的油，正准备拉着我男朋友继续逃跑呢，没想到被男朋友拦了下来。便利店里还有很多吃的，或许我们需要物资。末世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食物也是至关重要的东西，现在可是千载难逢的时候，何必错过这个时机呢？工作人员确实逃跑了，加油站里空荡荡的，即便我们喊了几声也没有引来丧尸。加油站的便利店里售卖着很多的食物，方便面、零食以及卤肉，这些都是有的，甚至还有一些日常用品，比如纸巾、卫生巾，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周思然直奔零食区去，把方便面、泡面还有巧克力这些方便食用又能量高的东西一股脑地塞入了塑料袋里。他直接从收银台那里拿了一大把的塑料袋，打包了10几个塑料袋不止，还想再往塑料袋里装，准备把这些东西能带的全部带走，全部塞入车里。毕竟这些说不定以后就很难获取了，能装多少是多少。我也没闲着，当然要跟他一起搜刮东西，零食、泡面、卤肉、矿泉水、饮料，还有一些糖果、巧克力，这些我也都往塑料袋里装，然后打结放在地上，等会儿跟周思然抬到汽车上。正当我忙得不亦乐乎时，突然听见一声小心，我甚至都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整个人就被周思然一把拽进了怀里。砰，一个人的脑袋在我面前爆开。直到周思然的砍刀砍到了东西之后，我才反应过来，原来在地上有个半截的丧尸，不知道什么时候趴在那里，躲在拐角处，居然想要对我伸手。那指甲长而尖锐，顶端看上去黑漆漆的，还带有一些锋利的血迹。若是被稍微挠上那么一点，哪怕只是破了皮，流一点点的血，也足以把我感染成丧尸，彻底死掉。我顿时惊恐不已，但好歹是没有尖叫出声，只是抱紧了周思然。在我身边哪儿也不要动，不要离开我的视线。周思然也是恐惧不已，紧紧地把我抱入怀里，生怕我真的出现意外。丧尸即便被砍了手，他也仍然在动。我甚至都来不及询问周思然哪里得来的砍刀，就见周思然一砍刀直接砍到了丧尸的头上。丧尸的头骨似乎跟人类的头骨不太一样，比人类的头骨稍微脆弱了一些。那砍刀砍下去并没有卡在脑壳上，而是露出了里面灰白色的脑浆，直接一命呜呼，再也不动弹了。看着他，若是我不小心死了，或者出现意外，你也要学会杀掉他们，你自身的安危最重要。见我并没有呕吐或者恐惧到无法动弹，周思然的心放宽了很多。他不知道从哪里摸出来的几把菜刀，直接送给了我一把，把它放在我的掌心。我并没有拒绝，反而是强迫自己看那些恶心的场景，紧紧抓牢了手中的菜刀。我要尽快适应才行，就像周思然说的那样，若他真的不小心出了意外，无法及时赶到我的身边来保护我，那我也要学会保护自己，免得落入丧尸口中。周思然拿起菜刀，在超市里检查了好几遍，确认那个丧尸就是漏网之鱼之后，才敢把心稍微放下一些，但还是催促我快些把东西跟他一起搬到车上，尽快离开这里。我自然是点头同意。我们两个并排走着，他提了6袋满满当当的塑料袋，手指都被勒出红印子来，直接放到了汽车的后备箱里，而我则是拎着2袋小跑着，紧跟在他身后，来回跑了几次，直到车里放不下为止。加油站的超市货物并不算多，甚至都装不满一辆卡车，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小汽车的话，依然是装得满满当当。特别是我们需要购买饮用水的时候，光是矿泉水就塞了大半个车厢。至于轻便一些的食物、零食什么的，就放在了后排，把后排塞得满满的。当然，既然路过加油站了，那怎能不储存一些汽油呢？我们找了好久，才算找到一些油桶，灌了不少的汽油，把汽车塞得没有了任何的空间，才算住手。我们走吧。我紧张地握紧了手中的菜刀，透过车窗往外看去，这么短的时间内，已经有丧尸追了过来。好，抓紧啊！我们2人都系上了安全带，周思然一踩油门，直接狂奔而去。一路上都有堵车或者颠簸，遇到绕不开的路，周思然都会下车，把堵在前面的丧尸给解决了去。他是真的很厉害，那菜刀耍得虎虎生风，动不动就劈着脑壳。即便有另外一只张着血盆大口想要偷袭他，他也能尽快发现，反手一刀就把那丧尸解决了。解决了丧尸，暂时安全，我的视线忍不住被车轱辘里面一个不停晃荡的东西给吸引住了。仔细一看，那汽车轮胎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卷入了半只手掌，半只手掌好像是小孩的手，并不算多大，一半被绞得稀碎，而还有一半手指的位置正在蠕动着。不知道是因为神经末梢在动，还是因为汽车带来的惯性而产生的连带作用，
若是不细想还好，但是一旦细想下来，我就忍不住的把胃里的东西吐了出来。活生生的并不是电影、小说，而是离我近在咫尺的生活，随时都能触碰到我的恶心东西。我不停的干呕，想要吐出点什么东西来，但是今天因为太过恶心了，什么都没吃，吐出来也只是一些酸水而已。周思然闻言立马冲到了我的面前，又是给我递水，又是给我递纸，轻柔地拍打我的后背，想要缓解我的不适。我心里感动不已，正想着夸赞他2声的时候，就见这个狗东西开口：亲爱的，我给你留了一个丧尸，你来杀了他吧。我一扭头，丧尸的脸朝着我扑面而来。你这个狗东西，现在才末世第1天就让我杀人吗？我的心里有点迈不出这个坎儿来，但是周思然却扯着我的手把我拉到了那个丧尸面前。他显然是早就有想法了。这里是林间小道上，周围并没有遮掩物，所以可以清楚地看到整条路上也就只有这么1-2只丧尸，另外1只被他解决了，这只则是被他砍去了4肢，只剩个头颅，咔嚓咔嚓地咬牙齿，想要咬人，但已经无法动弹了。除非你主动让他送上去被咬，否则丧尸无法攻击别人。这是他专门为我留的丧尸。真的要这样吗？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毕竟事情发生还没过去1天呢，我到底有些没办法把心情完全转换过来。没事的，有我带着你，你只需要记住这种感觉就行了。为了减少我的恶心感，周思然特意手拉着我的手，手握着我的手，像是教我学写字一样，把武器握在手里，然后跟随着他的动作而靠近丧尸。正面的冲击力实在太大了，所以我们绕到了丧尸的后脑勺，看不见丧尸的脸，然后瞄准了丧尸的后脑勺而下手。他的力气施加在了我的手上，让我也跟着下了不少的力，精准地劈到丧尸的后脑勺。看，是不是很简单？那触感不像是坚硬的头骨，而是像在劈木头一样。虽然依然有些坚硬，有些困难，但是无论怎么说都比砍人的头骨要方便太多了。丧尸的进化方向好像不太一样，舍弃了自身大部分的能量，甚至是骨骼的硬度来换取了身体的自由行动。周思然也解释不清楚，只是觉得他们非常好砍罢了。那种触感顺着砍刀传达到了我的手臂上，让我如此地真实感受到了砍脑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好在这次我没有吐出来。周思然拍了拍我的后背，非常欣慰我的进步。对，就是这样，你就当看布丁好了，把它想象成加了草莓酱的布丁，会不会好受一点？我本来没想吐的，但是这个狗男人这么一描述，真的让我想起了草莓酱。食物与丧尸联系在一起，顿时让我呕了出来。当然事后也没少打他。就这样有惊无险地度过了1天，直到夜幕的降临。天色已经很暗了，再次赶路会非常困难，甚至有可能撞上丧尸。毕竟丧尸就喜欢半路扑上去，也不管会不会被汽车撞死。他们倒是不管不顾，不怕什么，但是我们的车子却经不起这样的撞。一旦撞到了人，那就有可能导致车子凹陷下去，甚至是一个侧翻发生车祸。所以天一旦漆黑，我们就要想办法停下来，寻找一个安全的住所。晚上睡在车子里实在是太危险了，毕竟这只是一个小汽车而已，它的车窗玻璃并不算多么结实坚固。若是半夜睡着的时候被丧尸敲打门窗，打坏了玻璃，把爪子伸进来挠我们一下，那我们就得死了。周思然熟门熟路地驾驶着车子，在周围的村镇不断地张望。现在我们离开了城市，再往城乡结合部而去，但是人口依然有些多，所以我们要继续往下去，大概明天中午之前就能到达他的老家。我们是要借住在别人家里吗？我有些紧张不安地说道。我不用借住，直接进门随便住就是。周思然说的坦荡，似乎早就干过了无数遍一样。终于在他的扫荡之下，他看见了一户比较偏远一些，但是门墙修得非常坚固结实的房子。他把车子往门口一停，然后自己翻身，3下5除2的翻过了那高耸的院子，进入了他们的房子里面。进入房子里面那就方便多了，直接从里面就把门锁打开了。在城乡结合部也是有院子这种东西的，院子里可以停车，把车开到房子里是可行的。周思然把车子行驶到了院子里之后，把大门一锁，自己先进入了那别墅里，把别墅里检查了一个遍，才让我进去。我别开了头，不想去看沙发旁边的2具丧尸尸体。宝宝，你快看，他们有好多崭新的喜被，太好了，把这些也搬到我们的车上去。不过我们的汽车也太小了，等一会儿在路上，我看看有没有大一些的卡车，换一个卡车来装，可以收纳更多的物资。周思然说的是理所当然，如此快速，如此自然，像是经历了无数遍一样，让我感到无比的陌生。我知道我这个时候不应该开口的，但我还是鬼使神差地询问道：你是谁？你把我男朋友放哪儿了？周思然是我男朋友，我们是非常亲密的关系，相处了那么久，他自然瞒不过我，更何况是如此翻天覆地的举动呢？若是平常的他肯定会惊慌紧张，甚至是有些愧疚的动手杀丧尸。
而现在脸不红气不喘的直接闯入了别人的房子，住别人的房子，然后还要抢走别人的东西。他多少都会犹豫一下的呀，即便我的男朋友看上去跟平常没有什么区别，身体依然是那个身体，并没有被调换，也同样的关心我爱护我，但是就是感觉不一样。我的男朋友在哪里？你把他还给我好不好？我觉得这样的周思然让我感到陌生，像是看不透他一样。他的躯壳里真的还是我的男朋友吗？周思然突然笑了，那个笑是如此的复杂，我甚至看不懂它其中的含义。永兰，你还是这么敏锐。对呀，已经相处了5、6年之久的男女朋友，怎么可能认不出对方的变化呢？我确实不是25岁的周思然。我的眉毛狠狠的一跳，什么叫做不是25岁的周思然？我是28岁的周思然，末世，来自未来的。你经常看小说，应该能明白吧？我死了，我又活了，用小说里的话叫重生，对吧？所以，我死在了末世第3年，躲过了丧尸，躲过了寒潮，但是没有躲过那些人类。即便有一些预料，但是我也没想到会这么不可思议。我难以置信地盯着周思然，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你是被人类害死的，那岂不是？周思然是一个保护欲非常重的男朋友，他平时都不会允许我接近菜刀、削皮刀这些尖锐锋利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他一手包办的，为的就是害怕我受伤了，甚至是磕上了一下，他都要心疼半天。而现在则是看着我呕吐，却还要强迫我去看那些恶心的东西，甚至是不停地提起让我也坚强起来，甚至是手把手地教我砍杀丧尸。这样反常的举动，那就代表着我也死了，是吗？他看向我的眼神满是复杂、悲痛，还有自责与后悔。对不起，是我没保护好你，这辈子我一定会用我的命来护住你的。上辈子，周思然总是把什么危险都往自己身上揽，把我护住的跟一朵娇花一样。没想到某次出任务的时候，把我留在基地里，他出去拼杀，反倒是被那些嫉妒他的人闯入了家里。周思然回去的时候，一切都晚了。即便周思然后面报了仇，把那些所有参与过的人全部制裁了，也没办法复活我。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他不停地喃喃自语，眼神悲痛到化不开的浓雾。若是当初我教你怎样变强，若是当初我给你留了武器，若是当初我能寻找到热武器给你，你就不会死掉了。周思然是一个健身教练，他的身体强壮，而且喜欢锻炼，知道怎样健康的锻炼身体。若是这3年期间，他能狠下心来训练我，把我训练的身体强壮有力，那么即便有坏人围堵，想要杀了我，我也能想办法逃跑，甚至是脱困。但是没有，周思然把我保护得太好了，我甚至是800米跑步，我都得喘半天。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逃得过那些人的魔爪呢？失去了他的保护，我就成了被人可以随意杀死的存在。重生一次，周思然自然是要改变一切，他不仅要自己变强，也要让我变强，把死亡率拉到最小才行。唉，我知道这个时候怎么劝他都不会听的，只是不断地拍他的后背，安慰他。没事的，没事的，这不是老天给你重来的机会了吗？这次肯定会没事。我感觉到肩膀一阵湿润，他又悄悄地抹眼泪了。就这样折腾了好长时间，我们才算沉沉睡去。第二天一早，我们收拾了行囊，就准备早早出发去。因为这里距离周思然的老家非常近，只需要开车2个小时就能到达，而且中途路上并没有多少的丧尸，所以周思然给我又搞了一辆车，把棉被什么的塞入了我的车里。我们开2辆车去往他的家，有周思然开路，我们2辆车几乎是并排行驶，寸步不离的。周思然还总是频频看我这边，像是离开他的视线几秒钟他都不乐意一样。就这样煎熬地开完了2个小时，我们的车子在一辆3层小别墅面前停下。这里是个村子，但是村庄也跟电视剧里的村庄不太一样。现在的村庄基本上都不再是1层小平房了，而是修建的不错的小洋楼，还自带个大院子。这小别墅院子足有3米高，还有超级大铁门，看着就不太好翻墙的样子。周思然打了个电话，那头顿时传来了惊喜的声音。不多的一会儿，就有人马不停蹄地赶过来，打开了大门。我们把2辆车开进去之后，那加固加大的大门迅速关上。我还没下车呢，就看见了2个欣喜若狂的长辈，我顿时紧张了起来。这毕竟是周思然的家长，这算是见家长吗？宝贝，我们到家了，下车吧。周思然还是如往常般体贴，马上凑到了我的车前，开车门牵着我的手下了车，生怕我面对老2口而紧张。周伯伯跟周伯母眼里好像开了虚花一样，看不见周思然，反而是冲着我而来，非常激动地来抱着我，眼里闪过泪光。
我顿时浑身僵硬，下意识的就想离开。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样紧紧抱着我？妈，他还什么都不知道呢，你别吓到他了。周思然立马开口提示。周伯母显然有些惊讶，但还是松开了手，擦掉脸上的眼泪，语气特别温柔。兰兰饿了吧？我特意为你做的辣椒炒肉，还有你特别喜欢的那道辣子鸡也都做好了，还有饮料。你不是最喜欢橙汁吗？我给你特意冰镇的。他拉起我的手，十分熟练，像是与我相处了好几年一般，不仅熟知我的喜好口味，甚至连冰冻橙汁这种小事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不是吧？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猜测。回到餐桌前，果然是做了满满当当的一桌大餐，不仅有我爱吃的那些菜，还加了好几道的硬菜。吃饭，兰兰吃这个特别好吃。周伯母不停地拿公筷给我夹菜，而周思然则是给我倒了满满的一杯饮料。但凡我喝上2口，他就一定会给我续上。周伯伯也是满脸笑容地看着我，不停地问东问西，这反倒像是他们一家伺候我一样，端茶倒水的，让我多少有些受宠若惊，还有一些尴尬。毕竟我们才是第一次见面，谁家见准公公准婆婆会不紧张的？伯父伯母，你们别给我夹菜了，你们自己也吃饭呀。好。周伯父周伯母满口答应，笑容就没下来过。一顿饭吃的我压力山大，感觉一下子从紧张的生死存亡、丧尸危机、末世里，一下子跳转到了农村婚嫁频道。吃完饭，他们自然是不肯让我洗碗的，甚至不肯让我靠近碗池一步，把我挤了出去，让周思然陪我聊天。周思然拉着我的手腕说，让我看看他们家的物资。农村的院子很大，这句话并不是空话，他们甚至还分了前院跟后院。前院自然是收拾得妥妥当当，利利索索，甚至还种了一些小菜地，而后院的话则是搭建了一个棚子，封闭的，我看不见里面是什么。直到打开了房门之后，我才惊讶的下巴都快掉了。里面是用铁焊制的货架，高到了3-4米左右，反正比我还要高很多，上面满满当当的堆积着大量的纸箱子。我当然不至于认为纸箱子里面是空的，果然往里面一看，里面塞得满满当当的，全部都是物资，吃的、穿的、用的，各式各样的，几乎能想到的东西全部都在这里。甚至旁边我看了看，还有几台发电机。你们这是把超市搬到了家里吗？至少挺有用的。你看，我还特意给你买了漂亮的裙子。周思然献宝一样，从一个纸箱子里翻出了一些漂亮的裙子，一看全都是满满当当的女装，这显然都是为我而准备的。少贫嘴，看样子你重生好久了，也不告诉我一声，给我吓了一跳。这不怕吓着你吗？还好我没有父母跟牵挂的人，不然他是先斩后奏，我非得揍死他不可。我一巴掌拍到了周思然的屁股上，把他的翘臀拍得啪啪响。周思然虽然有些羞赧，但还是把屁股往我手里拱了拱，想要继续。我才不奖励他呢，直接收手，往仓库里面继续走去。这仓库还真不小，里面居然还有冰柜、冰箱的东西。他们买了好多的冰箱，里面放着一些肉类以及果子、蔬菜之类的东西，甚至还有一个冰柜专门放着冰糕呢。即便末世断电了也没关系，反正他们有发电机，不用担心因为天气炎热而导致食物变质腐烂。物资真多呀，而且准备的还挺齐全。不过万一被别人看到，起了心思来抢怎么办？这种事也是在所难免的。当自身食物不够吃的时候，看见别人家有余粮，就会难免起一些龌龊心思。毕竟人类就是这样的生物。不用担心，村子里沾亲带故的都是亲戚，轻易不会下手的。而且正因为是亲戚，所以我们说外面可能又要闹传染病了，再次封禁，不让人出来。大家担心，就纷纷出去疯狂采购物资了。因为曾经发生过一起超级严重的传染病事件，导致很多人被困在家里，饿得要死要活的。因为这件事，所以当听见有新的传染病即将盛行的时候，大家不疑有他，反而是纷纷大量的囤积物资去了。反正这里是农村，谁家里没有几亩地呀？收好的庄稼在院子里或者院子外面的空地上，都是好几层好几层的玉米，这些他们都会囤积好几个月，甚至是半年，等到了合适的机会才会拿去卖掉，卖出一个好的价格。所以存粮什么的倒是不缺，更何况外面都是土地，谁家里没有菜种啊？种上点菜，不至于把自己给饿死。甚至水的话，有人还保留了传统的水井，没有被丧尸污染过的正常可食用的水。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仓库里倒是堆了满满当当的矿泉水，还有各式的饮料以及大量的桶装水。看着这满满当当的物资，我顿时松了口气。这仓库很大，几乎全部为物资所占据，只有走道有空地。不只是这些，甚至别墅里也放了不少的物资，除了食物、水、药物之外，日用品还有服饰也是挺多的。这一片区域全部是用来储存棉被、棉服、鞋子的。仓库上还被贴了一些贴纸，
专门写上了这里储藏的是什么东西：棉被、4件套、棉花、枕头、外套、羽绒服、加绒加厚保暖衣、男士鞋、女士鞋、雪地靴、拖鞋、雨鞋，还有一些羊皮鞋，以及对应的各式袜子以及内衣裤等。甚至旁边还放了好几箱的卫生巾，让我用个50年我都用不完。甚至还有一个没有标志的箱子。我好奇地往里面瞅了一眼，顿时面色通红。你这不正经的东西买这么多，100个肾也不够你造的。那一整箱的居然都是那种东西，要知道那种东西挺小的，能把一箱填满，那得是多少啊？这个混蛋玩意儿！我下意识一巴掌拍到了他的身上，他倒是捏住了我的手，把我的手放在了他的脸上，甚至还伸出舌头轻轻舔了一口，跟个小狗一样。这不是怕不够用吗？这个不正经的狗东西，我狠狠地掐了他的脸一把，在上面留出了红印子。这狗东西越来越不正经了。你不是说寒潮快来了吗？怎样御寒呢？我生硬地扯开了话题。不过这件事我也确实挺在意的。末世不仅有丧尸，还居然爆发寒潮吗？那得冻死多少人？知道我不想讨论这个话题，周思然有些失落。不过天长地久，日子还长着呢，以后总能慢慢研究。别墅装了保温材料，还有太阳能电板，有太阳就有电用，可以开空调，可以用电热毯，也可以烧炭。我们做了炉壁。我知道这种东西，壁炉就是那种修建在墙壁上的炉子，只需要往里添柴，就可以让整个房屋都变得暖烘烘的。煤炭什么的我们买了很多，不过堆积在地下室了。煤炭什么的他们着重买了很多，买了好几车的煤炭，直接往地下室里倾倒。到时候想用的话，去地下室拿就行了。为什么不把煤炭放入仓库里，而是放入地下室呢？这个稍微思考一下就能明白，毕竟仓库里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若是煤炭不小心烧着了，如此大量的煤足以把整个仓库，不把他们的别墅也会全部烧掉，甚至有可能蔓延到村子里。这种情况还是能避免就避免掉吧，不如直接放地下室里。地下室是一个封闭空间，只需要把地下室的门给关上，那么即便是真的不小心燃烧了，它也会因为缺氧而熄灭。当然，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除非有人故意为之。而因为有这种可能性，考虑到有人真的疯狂到想要毁掉他们，而半夜偷袭，所以他们商量了一下，索性就把煤炭关在地下室了。当然，他们的家被整个加固了不说，甚至在院墙周围还有一些电网的存在。毕竟都吃一堑了，总不能再吃一堑吧，总得长一智。这次他们不去幸存者基地了，他们要在家里直接避开那些恶毒的坏人。虽然村子里都是沾亲带故的邻居，但是谁能保证村子里一个坏人都没有呢？还是防着一点为好。周思然又带着我去看了他们的房子，特意为我留的房间。还好他们是个体面人，不至于厚着脸皮让我跟周思然住在一起。虽然我跟周思然恋爱了5年，早就跟夫妻一样了，但是在他爸妈的眼皮子底下，把我们安排一个房间里，多少有些不尊重我们。毕竟我们还没有结婚呢，现在就挺好，直接把我跟他安排到了2个房间住，这表示对我的一些尊重。